前几天，中方代表出访阿根廷，与其商讨枭龙出口订单一事，在社交媒体上可谓是热热闹闹了好一阵儿。而如今，这个订单却似乎要飞了的节奏。众所周知，枭龙是中国帮助巴基斯坦研发的，但是因为巴基斯坦有限的条件，中国在帮助巴基斯坦的时候可谓是呕心沥血，让枭龙能在低成本、高品质上杀出一条血路，成为出口战机市场的一款热门产品。而枭龙也就有了一个比较出众的优点，那就是能够和绝大多数的进口产品进行配对。比如这次外媒报道的应该或将成功阻击枭龙出口阿根廷一事，就是因为枭龙安装的关键部件弹射座椅是来自伦敦。那么问题来了，外媒说的这话真的对吗？枭龙订单真的要飞了吗？枭龙未来会继续被英国卡脖子吗？其一，枭龙安装的弹射座椅确实是来自英国马丁贝克公司的，和阿根廷之间又确实不对付，这其中的恩怨就不细说了。反正英国是看不得阿根廷得到先进战机的，所以英国反对有英国弹射座椅的枭龙出口给阿根廷是很可能的。其二，如果英国不提供弹射座椅，枭龙就真的不能出口给阿根廷了吗？这可就不一定了。虽然说弹射座椅是关键部件，是在飞机失事的时候救飞行员一命的重要道具，比如之前巴基斯坦的枭龙出现过几次坠机事故，就是靠弹射座椅挽回飞行员生命的。这虽然是一个可能会被英国卡脖子的问题，但是对于阿根廷来说，弹射座椅是重要的吗？不是。阿根廷目前欠缺的是先进的战机，这其中先进战机中的重要技能，比如雷达之类的，才是阿根廷更为看重的。而枭龙战机作为中国主力研制，其配置的有源相针孔雷达就是来自中国，并且中国拥有全部的知识产权。相反，弹射座椅一旦遭遇应该的阻击，那么完全可以换成其他优秀的产品，这就是其三了。因为弹射座椅并不是只有英国才有，中国同样有不少优秀的弹射座椅。至于为什么枭龙最后选择的是来自英国的弹射座椅，这就仅仅只是因为其更符合巴基斯坦的要求而已。就比如巴基斯坦保养西方装备更有经验，另外就是当时的中国装备名牌效应不足，难以快速打开市场，所以把现在来自英国的弹射座椅换成来自中国的 HTY5 和 HTY8 等系列火箭弹射座椅同样是可行的。从这一点上来说，英国想要卡枭龙的脖子，那是相当困难的。毕竟这不仅不是核心技术，还是可以随意替换的技术。最后，枭龙订单不仅不会飞，同样也不会被英国卡脖子。据日本媒体爆料，近日在冲绳县九米岛附近，大约是西北120公里的地方，日本海上自卫队发现了3艘中国军舰，同时在北海道宗玉峡的西边发现了此前进入东海的6艘俄罗斯军舰。也就是说，中俄军舰给日本来了一个包抄。好家伙，中俄这是要联手搞事吗？而且先不说俄罗斯的军舰，就说为什么3艘中国军舰竟然出现在了日本的家门口。其实很简单，这次日本发现中国军舰的时间节点颇为关键，恰是4国联军军演窥视中国时，也就是前段时间美日法澳在中国家门口的东海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的事儿。而且这次美日法澳联合进行的登岛演习，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是针对中国来的。就比如日本窥视中国的钓鱼岛，就数次在其附近进行登岛演习，如今搬到东海来了，明显又是打起了台岛的主意。更何况在这之前，美日也刚刚结束在东海进行海上演习，时间间隔甚至不到1个月，这样密集的连续进行演习，所图所谋自然就不小了。日本一直以来都试图加强自己所谓的偏远岛屿的保卫能力，如今倒向美国，更是再也不掩盖其狼子野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总要给美日一点警告看看，不然还真当中国是病猫呢。此前华春莹曾说，美日军演对中国毫无干系，中国人民照样吃吃喝喝，玩玩乐乐，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但是中国不当一回事，不代表美日就可以不把中国当一回事了。既然美日意图丝毫不掩饰一下，那么中国总要给点面子了。而此前美日都到了中国家门口了，这下中国军舰自然要去日本家门口转上一圈了，所以就出现了3艘军舰出现在了日本冲绳附近海域。这不仅是对美国带着日本自由航行到中国以周边的回应，同样也是警告美日，中国可以不把美日当回事，但是美日就不要以为中国是病猫了，中国有能力捍卫自己的领土主权，同样也能自由航行。而俄罗斯军舰会出现在这里，甚至一直在这里待了大半个月了。从此前华春莹曾在俄罗斯阅兵式后借此公开声明的中俄将坚定并肩作战，反对霸道霸权霸凌的话语中，大概能够摸索出来，中俄联手要对美日进行震慑。想来或许不久之后，美日法澳就可以等着瞧见解放军和俄军在东海海域进行演习了。
在前段时间，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对中国掀起2大阴谋攻势，然而中国不用出手，反倒是他们在这几天内纷纷掉入自挖的陷阱，对华2大阴谋彻底宣告失败。这周，全世界最关注的就是巴以冲突，新一轮冲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响。在这周内，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进行了3次通话，而在17号，拜登在通话中首次表达了对停火的支持，显示了其对于持续升级的冲突愈发担忧。在这之前，美国肯定知晓以色列的行动，因为《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早在5月5号，也就是以色列国防军和哈马斯互炸的几天前，美国国会就收到军售通知，主要出售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可把垂直落下的炸弹改为能精确击中目标的制导导弹。而在过去1周内，已有212名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丧生，包括61名儿童。不仅如此，以色列的精确炸弹还炸毁了加沙地带的媒体大楼，包括美联社在内办公。外界分析称，以色列此举是在掩盖媒体报道，并敲打美国。自冲突以来，美国一直是拉偏架，立场坚定站在以色列这边，甚至将这些攻击说成是以色列自卫，还多次阻挠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巴以问题的声明。不仅是美国，包括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等25个国家都纷纷站队以色列。但是美国的表态还是晚了。在世界大部分人眼里，中美的反应高下立判，中国一直是坚定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呼吁立即停火止暴，维护公平正义，并积极促进巴以冲突调解。而这场冲突中，西方自己揭露了自己的丑态。在前段时间，西方集体基于虚假的所谓新疆人权问题对中国发难，并在多个国际场合指责中国人权问题。前不久，他们还冒用联合国之名搞涉疆闹剧，大肆批评中国。我外交部发言人早就提到，美国这个杀害了上百万穆斯林、侵犯数千万穆斯林人权的国家，居然关心起中国新疆人权，简直可笑。几天内，西方就自己跳进原本用来围堵中国的陷阱。另一方面，美国前不久从阿富汗撤军，曾叫嚣重点从中东转移到印太地区，集中精力对付中国。现在看来，巴以冲突已经逐渐升级，以色列似乎要把美国再次拖入中东，想走可没那么容易。对赤裸裸的侵略行径硬是装作看不见，他们又有何资格再指责中国？用人权这套打压中国也是彻底行不通的。这就是在给中国递子弹，以后我们可借此大做文章。相信这一次，世界对西方的人权又有了一个更透彻的了解。西方既不讲主权，又选择性讲人权，只讲霸权。根据最新消息显示，近日有台军士兵在相关社交网络上抱怨，在台军的伙房中，每日工作量增加不说，就连必要的午休都没有了。相比之下，美军却可以喝到瓶装牛奶，台军士兵只有水泡奶的奶粉。本来这不过是台军士兵对于现有生活质量不满的简单抱怨，可如今正是这样一句抱怨点燃了两岸的舆情。在此之前，有匿名人士证实，美陆军安全部队援助旅官兵已经进入台新湖口陆军部队训练北区联合测考中心，观察台陆军联合兵种营下基地测考状况，声称这是美军首都实地参与联兵营运作。据悉，台军联兵营新编海、防空排、空军联络官以及装备无人机的侦搜排，许多都是架子部队，例如只有编制，像监射防空导弹以及无人机都没有到货。至此，与美军一起抵达台海的美军教官，其编组涵盖各兵科，很可能会重点关注台军地面部队移动速度，申请空中支援，并且实施指导建议。尽管台方面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但如今台士兵的一句抱怨似乎对此进行了证实。在分析看来，美军待遇比台军的好，一句简单的抱怨就已经是在暗示美军现役士兵已经在台驻扎了。随着解放军加大力度对台分裂分子进行威慑，台军士兵早就感到胆寒。虽然造成今天的这个局面更多的是因为美国在背后怂恿，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的美国是台最好的保护伞。以台的实力来看，一旦引爆与大陆的冲突，根本没有任何胜算。可台当局没有想到的是，如果该事件属实，这无异于一个重磅炸弹。对岸本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军必须撤离。要是违反了中美建造的政策基础，将不复存在。其次，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利益上，中国绝不会做出任何退步。美军进入台，摆明了就是对中国尊严的严重挑衅。我军怎么可能允许自己的领土上出现别国武装？最后，如果说台进口外国武器是挑衅的话，那么直接要求别国军队进入本土，就是在跟大陆撕破脸。台以为美军进驻本土是大陆危险的信号，其实所谓的中国要当心了，更适用于作死的对岸。
且不说解放军不会仍然任何国家势力威胁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利益，就算冲突爆发了，解放军也早已准备好了。如今的我军早就已经拥有了在西太平洋与美军一战的实力。当然，以大陆的实力，或许早知道还有外军入驻，不说是因为在等合适的时机，这也说得过去。总之，我军绝不先开第一枪，也绝不上当。如果对岸一意孤行，等到他们的必定是灭亡。